这是一艘在海上饱经风霜的破旧渔船，捕完最后一船鱼后沉入海底才是它的最终宿命。可在我看到它的第一眼，就决定花重金将这艘破船修复。众人皆以为我疯了，要知道修复的费用都能购买一艘更好的渔船。可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是，破旧的外表只是这艘渔船的伪装。就在不久之前，我看着刚收上来的渔网，满眼失望。渔网上只有寥寥几条大白鱼，每条有5斤上下。在这修仙界，这种不含丝毫灵气的鱼，在修士眼中一文不值。再撒一网，但愿这次能有收获。我将网上的鱼衣取下，双手托起渔网走向船头，随后双脚发力，腰身猛然一拧，将那张3丈长的渔网撒向海面。忙活完，我立刻撤去了施加在身上的聚力术。虽说这是消耗法力极低的下品法术，但奈何我只有炼气2层修为，体内法力总量本来就不多，自然要节约点用。看着船板上的几条大白鱼，我叹息一声。穿越而来时，只有一间涂有4壁的屋子和一艘摇摇欲坠的破船。好在原主是由一位老渔民抚养长大的孤儿，老渔民不仅传授原主捕鱼技艺，甚至还将自己用了10多年的渔船赠予他。只是如今这艘老渔船不知还能支撑多久，一旦坏掉，我连这低门槛的渔民都干不下去了。正想着，我忽觉脚下一凉，低头一看，船底不知何时裂开了一道缝隙，海水正汩汩涌入。不过我没有惊慌，毕竟我还是一位修士，不至于溺水。只是有些可惜，这艘船坏得太早了。检测到您的渔船已损坏，是否启用本系统为您提供的永恒之舟？正感叹间，一片光幕突兀地浮现在眼前，没想到系统竟然这时候来。可附近几海里内渔船众多，此刻启用会不会被人察觉？这时脑海中突然多出一段信息，我才恍然，这永恒之舟拥有伪装能力，可以变得和渔船一模一样。见此我再无疑虑，直接选择了启用。下一秒，涌入船底的海水瞬间消失，缝隙也不再进水，船体上随即浮现了一个光幕，永恒之舟 LV1 可升级，品阶凡气下品，主要驱动单为不凡，辅助驱动手动船桨，能力自由改变形状大小，在受到致命攻击时恢复原样。伪装升级条件：灵晶石、硬木板石、粗布衣。我立即选择了升级，请选择以下能力作为升级方向：防御、攻击、伪装、速度、捕捞、空间。几乎是下意识，我想6个全选，可大量信息随即涌入脑海。永恒之舟只要满足升级条件即可无限升级，每次均可选择一项能力。在无尽海，船只的主要作用有4个方面：捕鱼、运输、战斗、养殖。如今我只有炼气2层，战斗和运输都不现实。航路上不仅有凶残妖兽，更有杀人夺宝的劫修，没有足够实力跑运输等于送货上门。最终我选择了捕捞能力，因为这个能力赚钱快。永恒之舟 LV2 能力2，收网时渔获产量加100。捕捞升级条件：灵晶50、石纹木10、铁砂5斤，只是2级，竟然就可以增加1倍的渔获产量，我几乎不敢想象。待永恒之舟升级至法宝、灵宝品阶，又将拥有何等神奇的能力？思绪流转间，我猛然想起先前撒下的渔网差不多可以收了，双手刚触及网绳，一股远超以往的沉重感便从掌心传来，我心下一喜，收网的动作不由得加快了几分。随着渔网一寸寸被拉起，阻力越来越大，有股力量不断试图将我拽入海中。这应该是半灵鱼无疑了。半灵鱼介于凡鱼和灵鱼之间，虽然还不会法术，但其肉质已蕴含灵力，食用一条足以抵上数日苦修之功。一条手掌大小的青色海鱼被拉出了海面，大青鱼，半灵鱼的一种，市价10灵晶一条。这哪里是鱼，分明是一粒粒闪闪发光的灵晶。待整张网被拉上船，鱼的数量果然比前几次足足多了1倍。虽然新增的大多是普通杂鱼，但有一条大青鱼，我已经很满足。抬眼看了看天色尚早，我迅速整理好渔网，再次将其抛入海中，随后盘膝坐下，运转起避水诀，恢复法力。铁砂岛1日之中最热闹的时刻，当属黄昏。靠近码头的鱼市里，此刻早已人声鼎沸，无尽海灵草数量稀少，市面上几乎见不到聚气丹之类的丹药。低阶修士若想快速提升修为，食用灵鱼变成了最主要的途径。于是入口处，我将5粒灵晶交给值守的执法者，提着鱼篓步入喧嚣的市场。刚踏入鱼市，便迎面撞见一行人，为首的是一名身形健硕的雄壮汉子，名叫许霸，炼气中期修为，背地里都叫他笑面虎。他哈哈一笑，率先打起了招呼：“哟，小江，2日不见，又捕到灵鱼了。”我赶忙陪笑：“许哥，今日运气还不错。”许霸低头望了鱼篓一眼，发现里面竟然有2条半灵鱼，不由惊讶道：“你小子今日运气确实可以啊。”侥幸，我谦虚道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说起了正事：“既然你今日发了财，3粒灵晶的保护费就更要交了，否则肯定会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，怕是被你们巨鲸帮的人盯上吧？”我心中暗暗吐槽，表面上却很痛快地将身上剩下的最后3粒灵晶交给对方。要是人人都像小江你这么懂规矩，许哥我就省心多了。许霸接过灵晶，满意的大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这才带着几名手下扬长而去。我脸上堆着笑目送他们走远，这才寻了个空摊位开始卖鱼。一条半灵鱼只能卖10粒灵晶，被管理费和保护费层层盘剥后，到手只剩2粒。大多数渔民辛苦1年也攒不下多少家底，而对我而言，灵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途，给永恒之舟升级。2条半灵鱼很快卖出，20粒灵晶入手，抛开上交的8粒，净赚12粒。永恒之舟下次升级需要50粒灵晶，10单位石纹木，5斤铁砂，折算下来只需攒够60粒灵晶，渔获翻倍。每日捕获1到2条半灵鱼并非难事，1个月似乎便能攒齐。然而这个念头只盘旋片刻，便被我果断否决，太招摇了。有了永恒之舟，我的未来注定不可限量，没必要急于一时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谨慎。我当即决定，接下来数日捕获的半灵鱼一律自己食用，正好提升一波修为。至于升级永恒之舟，大不了用2-3个月慢慢攒钱。江哥回来的挺早啊，今天又空手回来了。还没到家门口，邻居张虎就笑着迎了上来，一脸藏不住的高兴。我好奇道：“虎子，难不成今天捕到半灵鱼了？”张虎咧嘴一笑：“没捕到，不过我有预感，明天准能成。”我这才明白，对方肯定以为我也没有收获，同属难兄难弟，所以才如此高兴。按我的性格，捕到2条半灵鱼这种事是不会主动往外说的，但原主偏偏是个爱显摆的主，加上鱼市上知道这事的熟人不少，
我只好学着原主的样子，装出一副得意相。那你有没有预感到我今天捕了2条半鲮鱼？张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错愕道：两条半鲮鱼？你确定不是普通的鱼？这回轮到我笑了。当然确定，我都卖完了。得到肯定的答复，张虎心里突然一阵发堵，比他自己空手而归时还要难受。过了片刻，他才酸溜溜的开口：江哥，赚了这么多，不请兄弟喝一杯？钱我得攒着修渔船，等以后宽裕了再请你。这话倒不全是敷衍，我得让外人知道钱都花在修船上，免得招人惦记。原主丢了性命，不就是因为攒钱娶道侣的事被人盯上了？回到自家小院，老孙头正躺在摇椅上晒太阳，这是原主的师傅，两人住在一起。虽然老孙头以前对原主极好，但自打穿越过来，我一直对他保有一定的警惕。原主资质奇差，若无天大机缘，这辈子撑死了也就练气后期，哪有半点培养价值？想想韩跑跑和老阴闭末大夫这对师徒的前车之鉴，我总觉得老孙头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师傅，外面已经没太阳了，坐屋里吧。我轻声提醒，努力扮演好原主。老孙头缓缓睁开浑浊的老眼，和蔼地笑道：小明回来了，厨房熬了粥，去喝点吧。我有些意外，家里不是没有米吗？老孙头语气温和解释：我看你这些天总吃鱼，怕是腻了，就买了点。放心，师傅还有点老底儿，新船买不起，吃点稻米还是成的。前世是南方人，习惯吃米，来这里后顿顿海鲜确实不太适应。我没想到这点细微变化竟被老孙头察觉，还特意为我买了米。原主也爱吃米，倒不怕露馅，只是心里不免感叹，这老孙头对原主是真的关心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别的目的。多谢师傅，最近还真有点想换换口味。我脸上立刻堆起欣喜，快步走向厨房。吃饭时，我把今天捕到2条半鲮鱼的事告诉了老孙头，不料对方非但没喜色，反而一惊：小明，你不会跑去远海了吧？离铁沙岛越远，鲮鱼越多，可遭遇妖兽的风险也越大。远海对炼气初期的修士来说就是禁区。我连忙解释：师傅您放心，我没去远海，纯粹是运气好。老孙头这才松了口气，但仍旧忍不住唠叨：每年开春捕鱼，总有人经不起诱惑往远海跑，运气好的是能捞一笔，可大多数就再没回来。隔壁虎子租那屋子的前一个主人，就是10年前贪心去了远海，至今杳无音信。虽然我短期内绝无此念，但还是听得津津有味。有了永恒之舟后，等升到法宝，不，最好是灵宝级别，我定要走出去，看看这广袤的世界。1个月后，我刚把永恒之舟在码头停稳，张虎就凑了过来：江哥，今日收获怎么样？我摸了摸有些撑的肚子，一脸失望道：今日啥也没捞着。其实我今日捕到了1条半鲮鱼，不过已经进了肚子。这1个月来隔2天就吃一次。半鲮鱼肉质鲜美，毫无腥气。一听这答案，张虎顿时眉开眼笑，哈哈，我也是。不过我听说韩铁那小子今天走了狗屎运，居然捕了3条半鲮鱼。3条，我来了兴趣。你听谁说的？消息准吗？如果消息属实，明天我若能捕到2条，正好可以趁韩铁吸引众人关注时，低调的去鱼市出手。如今已攒了50粒灵金，只要再一次性卖2条半鲮鱼，就可以继续升级永恒之舟了。我亲眼在他鱼篓里瞧见的，瞧他那嘚瑟劲儿，还专门提着篓子到处给人显摆呢。张虎话里话外透着羡慕，我一听乐了。如此一来，这几天热搜的榜首非韩铁莫属。回到家，跟老孙头闲聊几句，我便回到房中盘膝打坐。原主在炼气2层已停留数年，在吃了10多条鲮鱼后，我感觉炼气3层已触手可及。趁着半鲮鱼的效力尚未完全消散，今晚再运转2遍碧水诀，突破希望极大。1个时辰后，脑海深处嗡的响起一声清越的鸣音，这是丹田灵气充盈至临界点的征兆。我立刻凝神静气，全力运转碧水诀，四周的灵气受功法牵引，如溪流汇海般加速涌入丹田。几息后，灵气冲破了某种无形的隔膜，丹田空间骤然拓宽了1圈，气息随之暴涨，比之前浑厚了足有3成。炼气3层成了。等晋级带来的喜悦渐渐平息，我开始思考升级永恒之舟时该选择何种能力。眼下永恒之舟仅为凡气中品，即便升级后也不过达到上品，实力依旧孱弱，因此我仍未考虑与战斗相关的能力。思索了片刻，我倾向于2个选择：继续强化捕捞能力，捕获的鲮鱼可以继续食用提升修为，毕竟修为才是根本。不过鱼获大增之后，若大部分半鲮鱼都自己食用，3、4个月后修为便能突破至炼气中期。对于无属性杂灵根而言，每次晋级都需数年，4个月就再次晋级，无异于将。我有奇遇，4个大字刻在脑门上，虽说可以购买敛气法术掩盖修为，却只能瞒过低境界修士，筑基7级以上的一眼便能看穿。其2，选择空间能力，在永恒之舟内开辟独立空间，这类似储物袋，却比储物袋更神奇，能容纳活物，甚至我本人也能进入其中。涉及空间法则的物体，即使化神修士也不一定能看透，安全性不言而喻。我打算在独立空间内开辟鱼塘，养殖半鲮鱼，因为半鲮鱼有一定概率晋级成1级鲮鱼，一旦成功，价值可翻10倍以上。在鱼市卖鱼不仅被层层盘剥，而且熟人众多，根本瞒不住。铁沙岛也规定捕获的半鲮鱼必须在鱼市卖，违者赶出岛屿。但1级鲮鱼就没有这个限制了。以大青鱼为例，晋级后化为青甲鱼，鱼肉蕴含灵力，鱼鳞更是制作防御法器的主要材料。到时我可以把肉吃了，将鱼皮拿到铁沙城售卖，那里每天人流10多万，遇到熟人的几率极低，而且摆摊只需缴纳1次摊位费，不会被过分剥削。在3权衡后，我决定下次升级选择空间能力。翌日清晨，我刚走出房屋，便听到一声惊呼：小明，你到炼气3层了。对于老孙头一眼看破修为，我没有意外，我谦虚地笑了笑：师傅，昨晚修为恰好到了临界点，便尝试突
突破了一次，没想到这么顺利。好，老孙头显得很激动，一连说了3个好字。年纪轻轻便达炼气3层，想必再过3、5年就能迈入炼气中期。那时在铁砂岛生活，便不必再怕受人欺辱了。我自然明白此理，只是不解师傅为何如此激动。很快，我便察觉对方有些不对劲，气息似乎衰弱了些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我赶忙询问。老孙头一脸淡然，呵呵，我昨晚也到炼气3层了。闻言，我内心咯噔了一下。修士寿元将近的前几年，体内经脉会逐渐萎缩，导致修炼效率锐减，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境界跌落。老孙头出现此状，意味着他时日无多。师傅，您怎么不早点说？我带几条半灵鱼回来给您补身子。这句话我说的很真诚，无论老孙头抚养原主有何目的，这份恩情都是实实在在的。老孙头淡淡一笑，不在意道：我一个将死之人，吃半灵鱼岂非浪费？如果灵石够用，那你就自己吃了，争取早日突破到炼气中期。他说话时神色轻松，仿佛早已看淡生死，但我仍从其脸上捕捉到了一丝落寞。老孙头辛苦修炼一生，心中岂能没有长生梦？于是我反驳道：怎么会是浪费？纵使不能提升修为，也能延缓境界跌落。心中已打定主意，日后若有富余的半灵鱼，一定要带回来给老孙头食用。码头上，众人的注意力全然不在我身上，都在议论韩铁，也不知这韩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。22粒灵晶啊，我得干好几个月才能赚到。我看他定是去了远海才捞到的，这种钱只怕有命挣没命花。不知韩小子肯不肯将下网点说出来？真想跟他一块去。有人羡慕，有人嫉妒，有人眼红，唯有我真心希望韩铁能日日捕获3条半灵鱼，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黄昏时分，我提着沉甸甸的鱼篓满载而归。今日运气并不算好，若按以往效率，至多只能捕获1条半灵鱼。好在晋级炼气3层后，法力总量提升了3成，足足多下了5次网，才在最后一网中收获了第2条半灵鱼。来到鱼市，刚寻得一个摊位，便见一个黑瘦青年找了上来。江明，保护费。江道友，你炼气3层了？青年话说一半，突然察觉我的气息比之前浑厚了不少，态度立刻恭敬了几分。我认出此人是许爸的手下，便取出3粒灵晶递过去，随口问道：许哥呢？黑瘦青年脸上露出几分愤愤不平，在姓韩的那小子那边，他今日又补了3条半灵鱼，老大让他多交点保护费，他竟然敢不答应，真是不懂规矩。我眉头微皱，没想到巨鲸帮还会根据售卖半灵鱼数量加收保护费，怪不得每次许爸来收费，总会有意无意瞥一眼鱼篓。当着黑瘦青年的面，我自然不能流露不满，于是岔开话题，故作惊讶道：韩铁竟然又捕获了3条半灵鱼，不知他是在何处下的网？提起这个，黑瘦青年也来了兴致，据说是在近海与远海的交界处，今日他还带了几个相熟的朋友一同捕鱼，这几人收获都不小，基本都有1到2条进账，竟然愿意和朋友分享下网地点。韩铁此人平日里可没这般大方。正想着，摊前走来一位中年妇人，扫了眼鱼篓中活蹦乱跳的2条半灵鱼，语气平淡道：这2条半灵鱼本夫人都要了，我麻利的将半灵鱼处理好递过去，您拿好，一共20粒灵晶，钱货2器。交易迅速完成。走出鱼市，我忽生一念，想立即前往码头升级永恒之舟。石纹木与铁砂早已备妥，灵晶也已凑足，说干就干。踏上永恒之舟，打开面板确认已满足升级条件，我果断选择升级，并选择了空间能力永恒之舟 LV3。未满足升级条件，品阶凡器上品，主要驱动单为不凡，辅助驱动手动船桨，能力自由改变形状大小，在受到致命伤时恢复原样。伪装能力2，收网时渔获产量加100。捕捞能力3，拥有2立方米的独立空间。空间升级条件：灵晶200，百年石纹木20，铁砂20斤。船舱内多了一个长方形的小木盒，固定在舟底，没有任何开关。我将手掌贴上去，缓缓注入法力，一个方形空间随即清晰浮现在脑海中。空间内部空空如也，宛如一口放大的棺材。我想象着鱼塘的模样，用意念调整这方形空间。空间中心缓缓升起一座约1米高的平台，底部竟与船底的海面连通，海水汩汩涌入。我赶忙用意念将底部密封。与此同时，一行文字浮现：检测到木台已满足作为鱼塘条件，是否将其设置为鱼塘？一段信息随即涌入脑海，我脸上顿时露出狂喜之色。若将此木台设置为鱼塘，将获得提升灵鱼生长速度、增加灵鱼晋级概率等特殊增益效果，代价是今后永恒之舟升级时，鱼塘亦会随之升级，升级条件会增多。设置为鱼塘，我仅考虑了片刻便做出决定。精心经营鱼塘，长远收益绝对远超那多出的升级代价。鱼塘 LV1效果，半灵鱼晋级为1级灵鱼的概率提升20%，我选对了。接着看向新的升级条件，升级条件：灵晶300，百年石纹木20，铁砂20斤，种植净水莲5株，同之前对比多出了100粒灵晶和5株净水莲。净水莲属一阶灵植，具有净化水源、释放灵气的功效，具体价值打算日后去铁砂城打探。再次从渔船出来，天色已经昏暗，码头上也没了人影，我不敢耽搁，加快脚步向小院赶去。然而怕什么来什么，行经一片茂密森林时，几名修士骤然出现，拦住了去路。拦路的人分作2波，一明一暗，前路有人截断，后路也已悄然封堵。我没有法器防身，能用于战斗的法术也仅有聚力术与水剑术。此刻身陷重围，对方一旦动手，必定十死无生。借着昏暗天光，我很快认出为首之人是许爸，竟然是巨鲸帮。我明明才交了3粒灵晶的保护费，这么快就翻脸了。再一想，今日韩铁又卖了3条半灵鱼，巨鲸帮的目标莫非是韩铁？强压下心头的紧张，我勉强挤出一个笑脸：许哥，今天挺
忙啊，刚才交保护费时都没见着您。听到这话，许爸眼神渐缓，哈哈，原来是小江，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外头？幸好碰上的是我们，要是撞上那些心术不正的散修，你今天可就悬了。我心中一松，这场埋伏果然不是针对我的。刚才在修理渔船，一时忘了时辰，我这就回去。许哥您忙您的。说完，我试探着继续向前挪步。许爸一挥手，手下立刻让开一条通路。我赶忙快步穿过人群，身影很快消失在众人视野中。身后传来圆脸手下的声音：“老大，为何不跟这小子再要一笔保护费？”许爸脸色一沉，斥责道：“小江向来规规矩矩交保护费，怎么能打他主意？我们的目标是那些不交保护费又有点家底的散修。小江这段时间攒的那点钱，全砸在修船上了，找他不仅榨不出几个子儿，而且还平白坏了名声。”彻底放松下来后，我开始反思今日的疏忽。其实只要稍加细想，早就能猜到巨鲸帮晚上会有动作。可我的心思全在升级永恒之舟上，根本没顾及其他。我暗下决心，今后遇事定要多思多想，绝不能再陷入如此险境。不过今晚之事也有一些好处，许爸之所以没为难我，说明这段时间的低调起到了作用。在外人眼中，我就是一个胆小怕事又没多少身家的小散修，巨鲸帮和杰修都不会将我当成目标。砰砰砰，江哥起来没？翌日清晨，我刚醒，便听见外面传来叫嚷声，打着哈欠去开门，篱笆墙外邻居张虎正踮着脚往里张望，一见我出来，立刻激动道：“江哥，快跟我走，韩哥今日要带咱们一起捕鱼，你先别着急，跟我仔细说说是怎么回事。”是这样，韩哥想组个联盟，让咱渔民少受点巨鲸帮的盘剥。为了表现出诚意，他愿意把下网的海域分享出来。快跟我去码头，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还有这种好事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眼下鱼塘空空如也，急需补充大量半鲮鱼。若能去韩铁的海域下网，加上渔获翻倍的能力，说不定一天能收获6条。但仔细一想，我很快察觉出了不妥。胡子是不是跟他去打鱼，就得加入你说的这个联盟？没有说必须加入，不过我觉得加入也挺好的。联盟没有太多的规矩，也不会明着跟巨鲸帮作对。张虎说着就要拉我往码头跑，在他看来，这稳赚不赔的买卖根本无需犹豫。韩铁被巨鲸帮多索要保护费的事我是知道的，并不怀疑对方的动机，只是如此草率就跟着出海，让我觉得有些冒险。于是我挣脱开拉扯，开口劝道：“胡子，我觉得这是有些风险，我们还是先观望几天吧。”什么风险？张虎一脸不解。首先，他分享的下网海域我们并不了解，贸然前往只怕有风险。其次，巨鲸帮实力强大，沾上这联盟只怕后患无穷。这番话没能说服张虎，他立刻反驳：“韩哥的下网地点还在近海，没有风险的。昨日他几个朋友跟着去了，个个满载而归。至于加入联盟，根本没有强制性的要求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可以选择不加入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可以选择不加入。这些消息我自然知晓，可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只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会轻易相信。眼下我只需将捕获的半鲮鱼养成1级鲮鱼，便有丰厚收益，实在没必要冒这个风险。于是我还是拒绝了张虎的邀请。胡子，你说的这些消息终究是耳闻，我的意思是，再等几天看清情况再做决定比较稳妥。见我决定不去，张虎脸上满是失望之色，摇摇头，语气淡了下来。江哥，你也太小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自己去了。说完，便转身直奔码头。望着张虎远去的背影，我轻叹一声，这是原主生前最要好的朋友，经此一事，恐怕也要渐行渐远了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而我选择的是狗道。铅灰色的天幕低垂，仿佛随时要压向波涛起伏的海面。我站在船尾，努力稳住下盘，目光锁定不远处一块漂浮的碎木板，深吸一口气，调动灵力，随着意念流转，船边翻涌的海水被无形之力牵引，迅速在指尖前方汇聚、压缩去。一支持许长的凝实水箭骤然成型，带着破风声激射而出。砰！水箭精准贯穿了木板中心，木屑飞溅，破洞赫然。以往法力微薄，我不敢在下网间隙随意练习法术，如今法力终于有了富裕，便开始苦练还不太熟练的水箭术。等鱼塘养殖出1级鲮鱼，若还不能熟练掌握，很可能根本打不过他们。算了算时间，我停下练习，开始收网。前几网收获的尽是繁鱼，可这次网中刚一提起，便传来巨大的挣脱之力，定是半鲮鱼无疑。没一会儿，一条墨黑色的半鲮鱼浮出海面。大黑鱼，它若晋级，便会进化为1级剑影鱼，背脊锋利如刃，游动时宛若疾驰飞剑，其背脊更是炼制攻击法器的主要材料。不错，就是你了。我环顾四周，确认附近没有别的船只，便拖着整张渔网进入了永恒之舟的独立空间，迅速将大黑鱼从网上摘下，投入鱼塘中，又将几条繁鱼送入塘中作为饵食。忙完这一切，正要出来，远处突然传来水花翻滚的声音。我扭头看去，只见一道约1尺长的黑影在鱼塘内急速游弋，速度惊人，所过之处水花四溅。这黑影比大黑鱼大上1圈，莫非是剑影鱼？莫非是剑影鱼？恰在此时，黑影撞上一条大白鱼，只听嗤一声轻响，那繁鱼竟被瞬间切割成2半，血水晕染开来，真的是剑影鱼。一般来说，炼气初期渔夫遭遇1级鲮鱼，第一时间会选择逃跑，但此刻我立于岸上，剑影鱼又无远程攻击手段，天时地利人和3者皆占，没必要害怕。刚晋级的剑影鱼无疑最弱，此时不杀，日后更难对付。说干就干。不过在动手前，我谨慎地返回渔船，确认附近海域无异状，才回到独立空间。一支持续水箭迅速在身前凝聚成型，水箭破空射向剑影鱼，猝不及防下狠狠命中头部，几片鳞片应声撕裂。然而他并未遭受致命伤，很快便稳住身形，防御竟如此强悍。我自语一声，再次发动水箭术，在水边使用这一法术，省去了凝聚水源这一步，极为节省法力。以目前的法力总量，能连续施展上百次。嗖，第2支水箭带着破空声射出，可这次对方已有防备，鱼尾一摆，整个身体向前冲出1丈远，轻松躲过。随即他身形如电，化作一道利箭直冲我而来。我顿时大惊，连忙退出了独立空间。砰！手按在木盒上感应内部，一声闷响，鱼塘溅起大量水花，木台出现几道轻微的痕迹，所幸并无损害。还好永恒之舟已升级到凡器上品，否则这一撞，鱼塘必被摧毁。胆子随之大了起来，我立即
即重返独立空间，换了一个站位，再次发动攻击，与剑影鱼展开了持久战。虽然剑影鱼异常灵活，但只能被动挨打，渐渐落入下风。第50支水箭命中尾部，其游动速度已开始减缓。我立即加快了攻势，剑影鱼惊慌失措地在狭小鱼塘内疯狂乱窜，可又能逃到哪里去？最终在70多支水箭后，他伤重而亡，鱼腹翻白，静静漂浮在水面上。我长呼一口气，彻底放松下来。这场激斗虽仅持续1刻钟，但体力、法力和精神都消耗了大半，鱼塘也被撞得四处都是浅痕。不过收获同样惊人。且不说这具价值约等于1颗下品灵石的剑影鱼尸，单是对水箭术的掌握，便有了巨大飞跃。将剑影鱼打捞上岸，我操起利刃，开始小心翼翼地切割整条背脊。这背脊打算日后专程去铁砂城售卖，剩下的鱼肉简单烹煮填饱肚子。只是整个切割过程异常艰难，平日对付半灵鱼的利刃，面对1级灵鱼便显得力不从心了。花了大半个时辰才将尸体处理完毕。想用鱼肉时，又遇到了一个尴尬问题，这鱼体积太大，一顿根本吃不完。灵鱼肉存放越久，灵力逸散越多，带回家给老孙头更加不可能。1级灵鱼的来源根本无法解释。这件事让我想起食用灵鱼的一个弊端，蕴含灵力越丰沛的鱼肉越难吸收。对寻常渔民来说，吃不完的灵鱼肉卖掉便是。可为了安全，我目前还不能出售1级灵鱼，只能自己想办法消耗。思索片刻，我想到了2种方案：其修炼炼体功法，其二饲养灵宠分担。可无论哪种，都需花费1笔灵石，只能暂时搁置。看来实力和收获必须相匹配才行啊！没想到仅1条1级灵鱼，从猎杀到处理尸体，再到最后食用，竟处处都遇见了难题。不过克服之后，好处也是巨大的。这1级灵鱼蕴含的灵气相当于6条半灵鱼，鱼肉下肚没多久，之前消耗的灵力便已尽数恢复，更是浑身充满力量，隐隐生出一种天下无敌的错觉。我站起身打算继续下网，却瞥见斜前方海域有几个渔船轮廓正快速靠近。这个海域平日里个船相隔很远，这还是第一次遇见离自己这么近的船只，而且一来还是好几艘。为谨慎起见，我第一时间升起了船帆，调整渔船方向，打算返航。今日海风猛烈，那几艘船又是顺风，片刻间距离又被拉近不少。正当我调转船头之际，海风送来了呼喊声：“江哥，是我，胡子，我的船进水了，快救我！”我定睛望去，最前方那艘船确实像张虎的。随着距离拉近，又有了新发现，张虎似乎是在逃命，其他几艘船则在紧追不舍。难道韩铁带人捕鱼是个圈套？来不及细想，必须立刻决定，救还是不救？永恒之舟毫无作战能力，绝不可能敌过张虎身后的追兵。我快速扫视当前局面，发现张虎的船依旧保持着高速行驶，几乎与追兵速度相当，而追兵的船只皆是普通渔船，远没有达到法器水准。或许可以在这里等候张虎，接到他在一起逃命。这个念头刚起，海风又送来了张虎的喊声：“江哥，我该听你的，这一切都是圈套。我们30多个兄弟都被韩铁带进了毒龙帮的包围圈，如今只剩我一个逃出来了。毒龙帮，我心头一凛，这是一个活跃在附近海域的海盗组织，实力很是强大，但他们通常不找渔民的麻烦，渔民穷光蛋，劫20条渔船也抵不上抢1次货船。等等，若追兵真是毒龙帮，张虎怎么可能逃出包围圈？我再次看向张虎，只见他正弯腰奋力将海水舀出船外，脸色骤变。我猛地调转船头，全速驶向铁沙岛。张虎的船明明在进水，速度竟与追兵不相上下，这只能说明追兵根本未尽全力，这是一个圈套，而且目标正是我。江哥，你等等我！身后再次传来张虎的呼喊，但这次我只当没听见。无论张虎是被人利用还是甘为诱饵，都已不重要。当务之急是火速返回铁沙岛。波涛汹涌的海面上，数艘渔船正高速破浪前行，冲在最前面的正是永恒之舟。为将速度提升到极致，我同时动用了2种驱动方式，船帆鼓满了劲风，我本人则弓着身体，双臂交替快速划桨。钢吃下的剑影鱼提供了使不完的力气，再加上巨力术的加持，那对木桨在手中化作2道模糊的黑色残影，噗噗的破水声连成一片，船身如离弦之箭，很快便与身后追船拉开了距离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就在以为能顺利甩开追兵之际，一艘高大的帆船竟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正前方。这船竟是凭空冒出来的。小子，把渔船乖乖交出来，可以饶你不死。帆船内传出一个粗犷凶狠的男子声音：“永恒之舟等同于我的命根子，自然是不可能交出去的。”我抿紧嘴唇，一言不发，猛地扭转船头，试图绕过。可我刚转向，那帆船也随之移动，始终死死卡在通往铁沙岛的必经之路上。这一耽搁，身后追兵的距离又拉近了不少。再这样被帆船纠缠下去，迟早会被合围。我眼中厉色一闪，索性不再避让，直朝着那高大的帆船猛冲过去。哈哈哈，小子，想以卵击石吗？那粗犷声音再次响起，更添几分凶狠。立刻停下渔船，否则叫你魂飞魄散。我充耳不闻，手上划桨的动作反而更快更急。对方的帆船虽比我的渔船大上1倍有余，但这不过是永恒之舟的伪装形态，其真正的本体比那帆船还要大上1圈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停下船将性命交与他人，绝非我的性格。咔嚓轰，2船猛烈相撞，木料爆裂声与浪涛轰鸣交叠炸响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船上杂物高高掀起。我早有准备，死死抓住船舷，才堪堪稳住身形。冲击过后，我第一时间看向船头，原本坚硬的木材已经崩裂，出现了一道几寸长的口子，还好只是皮外伤，问题不大。再望向对面，那帆船头部被撞出一个巨大的豁口，船腹内部狼藉不堪，海水正疯狂从豁口倒灌而入，片刻间船头便扎入海中，船尾微微翘起。我不敢多停留，立刻操纵永恒之舟避开下沉的帆船，双桨奋力滑动，再次朝着铁沙岛疾驰。突然，船头猛地向下一沉，一双血淋
淋淋的手正死死扒着船沿，紧接着，一个面目狰狞的脑袋猛地从船底探了出来。小子，你敢毁了我的船，我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那中年男子死死瞪着我，眼中恨意滔天。我强自镇定下来，用铃木术不动声色地打量起对方，炼气4层修为，约莫40来岁，右肩上还深深插着一块断裂的船板，可以打。我瞬间做出判断，同时开始凝神施展水剑术。那中年男子刚奋力爬上船头，便见一道水流正急速在我身前汇聚成型，也立即催动法力，施展起自己的水剑术。他修为更高，对自己的水剑术造诣颇为自信，相信自己定能后发先至。我同样信心十足，这自信源于不久前与剑影鱼的搏杀，更何况这里是我的主场，即便施法速度稍逊，也有把握躲开对方的攻击。一息过后，两人的水剑术竟几乎同时凝聚成型。中年大汉眼中闪过一丝惊慌，照此下去，怕是要两败俱伤，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他若稍有迟疑，对方的水箭便会抢先射来，除非放弃复仇，立刻跳海逃生。可他吃饭的家伙，帆船被毁了，即使逃走在独龙帮也混不下去，唯有冒险将对方这艘其貌不扬的渔船夺到手，才能弥补这次的损失。我看着中年大汉那只更为粗大凝实的水箭，心中却毫无惧意，毫不犹豫地操控水箭直射大汉面门。嗖嗖，两道破空声几乎不分先后。中年大汉身体猛地一矮，拼尽全力向左侧翻滚，而我却未见大幅动作，只是右脚悄然踏上了那藏有独立空间的木盒。在水箭即将洞穿身体的前一刹，我的身影骤然消失，一息之后又在原地凭空出现，而中年大汉却被水箭精准命中胸口，留下一个鼓鼓冒血的可怖孔洞。他瘫倒在甲板上，难以置信地望着重新出现的我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朝左边躲？我没有向敌人解释的习惯，再次凝聚出一支水箭，毫不犹豫地射向大汉眉心，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。我看着大汉的尸体，低声解释：因为你的右肩受了伤，向右躲闪需要右侧身体发力，右肩有伤时身体的本能反应会选择向左规避，因此我的水箭从一开始瞄准的就是他身体的左下方位。此后我忙前忙后地处理着战场痕迹，好在凭借伪装能力能将船体的破损之处恢复原状，至少从表面已看不出异样。身后的追兵已然退去，中年大汉的尸体也被抛入大海，只留下一个灰色的储物袋。我警惕地环顾四周，附近并无其他船只，谨慎地打开储物袋开始清点，袋内空间约有1立方米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近200粒灵晶，旁边还放置着一个灰白色玉简、2张不知名符箓以及一柄乌黑的匕首，其余皆是不值钱的杂物。我对其他男子的物品素有洁癖，看也不看便将杂物一股脑丢入海中，接着仔细研究起另外3样物品。先拿起玉简，神识探入其中，眼睛顿时一亮，竟是急需的敛气诀秘籍。2张符箓表面隐隐有灵力流转，是完好无损可以正常使用的，具体种类需日后查明。那柄匕首刀刃极其锋利，远胜手边的鲨鱼刀，品阶估计已至凡器极品。清点完毕，我将所有物品连同储物袋一并收入独立空间。西天云霞油燃着最后一抹橘红，将屋顶的瓦片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光晕。屋檐下，我与老孙头围着石桌相对而坐，桌上摆着个粗瓷大碗，里面盛着刚炖好的大青鱼，琥珀色的汤汁泛着油光，热气裹挟着鲜香慢悠悠向上飘散。老孙头捋着半白的胡须，夹起一块鱼肉慢悠悠送进嘴里，眯着眼咂咂嘴。小明，你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，不仅把大青鱼做得这般美味，里头的灵气也一点没损失。我放下筷子，咧嘴一笑，好吃您就多吃点，争取把修为恢复到炼气中期。我这把老骨头都半截入土了，恢不恢复都一样。下次捕到半灵鱼，还是拿去鱼市卖了吧，听说最近涨价了，正好能多赚点。一听老孙头提起涨价，我心里就窜起一股无名火。距上次被独龙帮追杀已过去半月有余，那场风波是独龙帮精心策划的，他们掳走了岛上近100名渔民，据说连岛主都被惊动了，可最终不了了之。张虎他们再也没能回来，一下子少了这么多渔夫，半灵鱼供不应求，管理费也从5灵金涨到了10灵金。今日捕获了一条大青鱼，到了鱼市入口才发现管理费已翻倍，索性不卖，带回家与老孙头同享。听闻管理费也涨了，老孙头一脸惊愕，当了一辈子渔民，从未见过这么高的管理费。我冷笑一声，半个月前，为了防止独龙帮再来掳人，岛主把铁沙岛附近的巡逻队增加了1倍，这新增的管理费就是用来养这批人的，美其名曰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老孙头叹了口气，没法子，修仙界就是这样，底层的修士永远是被盘剥的命。两人沉默片刻，我开口问道：师傅，您可知道独龙帮为何要抓这么多渔民？老孙头放下筷子，凝神思索了一会儿，摇头道：我也不清楚，独龙帮历来以劫掠商船为主，帮内不乏好手，按理说他们该瞧不上咱们这些穷打鱼的才对。见问不出结果，我也不再言语。两人专心对付起碗中鲜美的鱼肉。翌日清晨，天光尚未大亮，我便悄然起身，简单乔装一番，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小院，一路急行至码头。四下静悄悄的，渔民们还未出海，趁着无人，我闪身进入独立空间，取出储物袋，径直朝铁沙城方向走去。此行前往铁沙城，首要目的是售卖2条剑影鱼背脊，此外还打算采购净水莲和水草植物种子。净水莲是升级永恒之舟的必须材料，水草则是为鱼塘中草食性半灵鱼提供天然饲料。若灵晶还有富余，再考虑购置炼体功法或灵虫幼崽。如今鱼塘里养着5条半灵鱼，一旦全部晋级为灵鱼，单靠自己是绝对吃不完的。之前吃掉的那条灵鱼，足足耗费了4天时间才完全吸收。天色渐渐亮起，路上开始零星出现行人。这时，一辆由2匹1级灵兽赤鳞马拉动的敞篷大车疾驰而来。
专跑码头到铁砂城的路线，车费仅需1粒灵金。我连忙招手拦下，登车后将1粒灵金递给车夫。如今身家已有200多灵金，这点小钱自不在意，更何况乘坐马车可比自己揣着全部家当在路上奔波安全得多。赤林马脚力惊人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一座巍峨城池的轮廓已然映入眼帘。铁砂城的城墙通体由坚硬无比的铁砂砌筑而成，据说足以抵御3级妖兽的冲击。马车在距城门2里地处停下，前方大量马车与行人将官道堵得水泄不通。我护紧腰间储物袋，汇入涌动的人潮之中。城门口，一队白衣守卫正挨个收纳入城费，每人20粒灵金。虽然我有些心疼，但这钱却是省不了的。顺利入城后，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直奔城南的散修摆摊区域。这片区域摊位租金低廉，只需缴纳5粒灵金便可摆摊1日。唯一的缺点是来得晚了便只能望而兴叹。我的运气尚可，赶到时还剩几个空位。缴纳5粒灵金后，挑选了一个略微靠前的摊位，将早已备好的白布铺上，大大方方从储物袋中取出2条见影鱼的背脊置于其上。时辰尚早，逛摊位的修士寥寥无几，我见无人驻足，便开始打量起周围。右手边是位老者，摊前摆满了标注着辟谷丹、聚气丹、玉露丹的小瓷瓶。一位青年修士行至摊前，指着辟谷丹问道：“这个怎么卖？”老者未答话，先露出和善笑容，道：“有，这辟谷丹是以1级灵鱼肉为主材炼制，服1粒可管5日不饿，而且蕴含精纯灵力，可直接提升修为。1瓶有30粒，仅需10枚灵石。”青年修士似乎不是第一次购买，未再多问，直接取出10枚灵石，买1瓶。目睹此景，我暗自咂舌，这1瓶避赠丹的价格竟比我全部身家还贵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灵鱼肉竟可用来炼丹，炼制成丹药后便无需担忧灵力流失。我突然生出了学习炼丹术的想法，可这个念头刚起，马上又打消了。作为修真百艺中最难的4门技艺之一，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灵石。如今永恒之舟就像一个吞金兽，哪还有余力研究炼丹？左手边的摊主是一位身着素白宫装的女秀，乌黑长发如瀑垂落肩头，正微低着头安静翻阅手中书卷，气质清冷。气质清冷出尘，我不觉多看了几戏，忽觉不妥，连忙移开目光，转而审视摊上物品。只见摊上铺满了黄色符箓，每张皆以木块压住，符文各不相同。我逐一扫视，目光骤然一凝，其中1张符箓的纹路竟与储物袋中那2张不知名符箓几乎一模一样。可惜白衣女修并未在符箓旁标注名称。我心念微动，想开口询问，但瞥见她那冰冷的面容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这时白衣女修似有所觉，抬起琴手，淡淡问道：“道友有什么想买的？”见对方主动开口，我只好小心问道：“在下想请教这张符箓的作用。”白衣女修并未因不买而不悦，平静解释道：“此乃隐物符，可隐藏指定物品，时效1个时辰。不过这种隐藏效果在1里范围内无效。”我顿时恍然大悟，终于明白独龙帮那中年大汉的帆船为何能悄无声息的逼近。不知此隐物符售价多少？1枚灵石5张，看来日后出海一定要提防对方用此符接近。询问完，我对白衣女修歉然一笑：“多谢道友解惑，在下暂时不购买。”白衣女修微微颔首，神色依旧平静，似乎早有所料。旋即，她目光下移，落在我摊上的剑影鱼背脊上，忽而开口：“你应常处理灵鱼尸身吧？不知鱼皮都是怎么处理的？”我心中一惊，却不敢急着否认，略作斟酌，谨慎开口：“在下确实时常帮师傅处理半灵鱼尸身，不过鱼皮向来是连同鱼肉一并卖掉或食用了。”白衣女修微微摇头：“如此甚为可惜。你若能完整剥下鱼皮，可卖于我。半灵鱼皮1灵金1张，1级灵鱼皮10灵金1张，鱼皮竟也能卖钱。”白衣女修似看穿了我的疑虑，从摊上取过1张符箓递来。灵鱼皮只需简单加工，便可制成符纸。你未曾听闻，一是此技艺尚未普及，二是剥皮有一定的难度，需要学习专门的技巧才能掌握。我接过符箓仔细端详，凑近鼻端轻嗅，果然闻到一丝淡淡的鱼腥气。将符箓递还，对方接过符箓，却又递来1本约2指厚的书籍，此乃剥皮秘籍，上面详细记录了剥皮技艺，并附有我的心得批注。你若愿学习此技艺，日后所剥灵鱼皮皆可授予我。多谢仙子。我赶忙双手接过，翻开扉页，赫然是巧剥全解4个遒劲大字，内页图文并茂，详细讲解了每一个步骤。正欲细看，女修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你若有意学习，此秘籍可以便宜卖于你，只需50粒灵金。”50粒，我这才恍然，原来对方是在兜售秘籍，连忙合上书册，放回女修手中。仙子，此物过于贵重，在下唯恐翻看不慎，有所损毁。白衣女修微微一怔，没料到我拒绝得如此干脆，再次劝道：“道友既然经常处理灵鱼尸身，不习此技艺，实属暴殄天物。若是觉得价高，可以再商议。细想下来，确实可惜。这段时日吃掉的半灵鱼已近30条，若早会了这门技艺，那可是30粒灵金啊！”犹豫片刻，我开口询问：“仙子，不知这剥皮技艺学起来有多难？于旁人而言，需要花大代价方可学会。若非见你经常处理鱼尸，我也不会推荐给你。有了此秘籍，你在勤加练习，掌握不成问题。”听他又提起自己常处理鱼尸，我不由好奇问道：“恕在下冒昧，不知仙子何以断定在下常处理鱼尸？”白衣女修目光在我身上轻轻一扫：“你近身时，周身皆是灵鱼特有的腥气。”我大窘，下意识抬起手臂嗅闻，却一无所觉。不必闻了，此气常人难辨，我天生对气味敏锐，方能察觉。女修止住我的动作，转而问道：“要不要购买？我可以再便宜10粒灵金。”我微微一笑，在下深知仙子的秘籍珍贵异常，本不该还价，奈何实在囊中羞涩，还望仙子能再便宜一些。白衣女修沉吟片刻，再次减少10粒灵金，那就30粒灵金，不能再少了。言毕，她便垂下眼帘，继续看起书，一副不在意价的姿态。这个价格我有些心动，但此次想买的物品有些多，不敢花太多灵金。踌躇片刻，我灵机一动，提出折中之策：“仙子，可否容在下先付10粒灵金，余款以半灵鱼皮相抵？”对方倏然抬手，眸中掠过一丝亚色：“你手头已有半灵鱼皮，并没有。但若是
掌握此技艺，必当第一时间交付。白衣女修那素来平静无波的面容终于显出一丝波澜，诧异地望向我，似未料到竟能想出这般议价之法。随即她秀眉微蹙，断然拒绝：“不可！若你将灵鱼皮卖与他人，或根本没学会，我岂非亏了？”仙子此言差矣，我从容道：“秘籍抄录一份又不费太多时间，何来亏本之说？何不在我身上做个投资呢？”这番话让白衣女修陷入了沉思，我不再多言，默默等待。这番还价固然是因为手头吃紧，但也存了试探之意。若对方应允，吃紧，但也存了试探之意。若对方应允，表明他愿意信任自己，便是个值得长期合作的可靠伙伴。我鱼塘中的灵鱼日后只会越来越多，若能有个稳定售卖鱼皮的渠道，将省去很多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白衣女修才缓缓开口：“我可以答应，但你事后需付我30张完整的半灵鱼皮。”一言为定，我立即应下，掏出10粒灵晶交给对方。钱货两讫后，我的摊位也迎来了首位顾客，一名老者自顾自蹲下，仔细检视过2条剑影鱼背脊，随即抛下1颗灵石，拿起背脊便起身离去。我微怔，却并未阻拦。此前打听过，大致就是这个价。能购买背脊的买家一般都在炼器方面有一定了解，就算虚报高价，也不可能忽悠到人。售卖完毕，我向白衣女修问明日后联络之法，便匆匆赶往城东的灵植店铺。晚上还要赶回家，得抓紧时间。月草轩乃无尽海4大商盟之一旗下的灵植店铺，店内灵植种类齐全，品质亦有保障，唯一的缺点便是价格高昂。我怀揣仅有的1颗下品灵石和近200粒灵晶，心情忐忑地踏入这座古朴大气的店铺。一位身着鹅黄衣衫的圆脸少女含笑走来，温言问道：“请问您需要些什么？可有整株的净水莲，或是种子？”“有的，这边请。”圆脸侍女引着我来到右侧一方水池旁，指着几株形似荷叶的植物介绍道：“这便是一阶灵植净水莲，每株1颗下品灵石，您需要多少？”我嘴角微不可察的灵石，您需要多少？我嘴角微不可察的抽动了一下。永恒之舟升级条件要求5株，即便倾尽所有也买不起。再看看净水莲的种子吧。我语气平淡的开口。侍女再次将我带至一排货架前，这便是净水莲种子，1粒灵晶1颗。不过此莲不易栽种，如果您是第一次种植，即使有相应的种植书籍，也很难成活。建议您还是买整株的比较好。建议的很好，下次不要再建议了。相应的种植书籍需要多少灵石？1颗下品灵石。1刻钟后，我心满意足地走出了月草轩。此番共花费130粒灵晶，除了购得20颗净水莲种子及配套种植书籍，还额外买了10颗碧波草种子。碧波草同属一阶灵植，极易成活，几乎只需置于水中便能生长，乃大青鱼等草食性灵鱼最爱的食物之一。出来时日近正午，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辰。售卖炼体功法或零售幼宠的店铺鳞次栉比，我索性沿街信步闲逛，最终在一座名为天香楼的阁楼前驻足。此楼足有10层之巨，是附近最高的建筑，也是一座青楼。传闻其中姬女皆出身合欢宗，个个双修功法了得，无尽海难修无不心向往之。略作打量，我继续前行，食色性也。对于天香楼，我自然也是向往的，但据说这里面每晚的最低消费便需50颗下品灵石，以目前的能力，尚不足以踏足这等销金窟。1刻钟后，我走进了一家灵宠店铺，掌柜，可有便宜些的幼年灵兽？最好店铺，掌柜，可有便宜些的幼年灵兽？最好是水系或飞禽类的。掌柜是个富态的中年男子，闻言热情介绍，当然有，要说最实惠的，当属水剑龟，10颗下品灵石1只，食量小，极易养活。还有更便宜些的吗？身上仅余100多粒灵晶，自然买不起水剑龟，况且本意是想找只食量大些的，好帮忙消耗灵鱼肉。掌柜一听便知我囊中羞涩，态度顿时冷淡了几分，但仍尽责的解释，那就只有飞禽类或爬行类灵兽的蛋了，最便宜的只需1颗下品灵石。正欲细看，掌柜再度开口，语气带着规劝：“小兄弟，我劝你还是别买为好，有那灵石，不如买几条半灵鱼提升修为来的实在。”竟有将生意往外推的，我好奇问道：“掌柜，莫非购买灵兽蛋有何不妥？”掌柜一声轻笑：“莫非你以为饲养灵兽就那般简单？从孵化、契约到培养，增进亲密度，训练协同作战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哪样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与功法？”我悻悻地走出了灵宠店，没有近100颗灵石打底，根本别想契约一直有战斗力的灵宠。又逛了几条街，我走进了一家名为四海商盟的店铺。四海商盟独辟蹊径，走低端路线，商品以经济实惠著称，深受散修青睐。仙师万安，请问有什么需要的？一位相貌清秀的侍女迎了上来，恭敬问候。连迎客侍女用的都是廉价的凡人女子，这让我顿时有了些信心。这一路走来，铁砂城高昂的物价几乎快将我打击得毫无信心了。我想看看炼体功法，请您跟我上3楼。侍女甜甜一笑，在前引路，到了3楼，接待我的是一位炼气初期的女修，热情推荐了多门炼体功法，如玄武诀、铜象功、青钢炼身法、天龙金刚正法等，其中几门价格比较实惠，却仍超出了我的预算。女修察言观色，注意到我的为难，再次推荐更便宜的也有，不过这些功法要么属于旁门左道，要么修炼起来存在不少缺陷。我心中一动，立即追问，愿闻其详。女修介绍道：譬如九炼门的九炼金刚诀，此功若炼至顶峰，有开山劈海之威，乃无尽海顶级炼体功法，只需1颗下品灵石便可购得。顶级功法，1颗灵石，竟有这等好事！赶在太阳下山前，我搭上了最后一班赤灵马车，踏上归途。此番铁砂城之行，给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字：贵。怀揣300粒灵晶的身家，本以为颇有购买力，现实却结结实实给我上了一课。所幸结果尚算圆满，净水莲与碧波草种子均已到手。
还买到了炼体功法九炼金刚诀。此功法售价之所以只有1颗灵石，关键在于出售的仅有第一层，后续功法可就没那么容易获取了。九炼门真正要售卖的是修炼时必须配合的独门药语，我自然没钱买药语，也没打算立即将身体修炼的刀枪不入。即便没有药语，功法也是能修炼的，只是效率会大打折扣。待日后永恒之舟等级高了，赚取灵石想必会轻松许多，届时再购置药语也不迟。马车平稳前行，我取出净水莲种植书籍，凝神研读起来。仅买了20粒种子，却需种出5株净水莲，这任务绝不轻松。哈哈哈！刚靠近居住的小院，便听见老孙头爽朗的笑声，带着疑问推开院门，只见老孙头坐在躺椅上，而他平时常待的位置上，此刻正坐着一位陌生女修。闻声，两人齐齐望来，美，这是我最直接的感受。穿越至今，这是见过最为美貌的女子，面容精致如画，肌肤银白胜雪。小明回来了。老孙头起身，热情介绍道：“快来见过，这是白月月，咱们的新邻居。”女修随之站起，向我展露温婉微笑：“小明你好，方才一直听孙伯父夸赞你，此刻一见，果然一表人才，白仙子谬赞了，在下愧不敢当，倒是仙子，真如仙女下凡。”小明真会说话。白月月嫣然一笑，莲步轻移走向我：“初次见面，未备薄礼。听孙伯父说你常在海上打鱼，这颗碧水珠或许对你有些用处。”这怎么好意思？我并未立即接过，反而有些受宠若惊。碧水珠可是货真价实的法器，若仅是邻居关系，这份见面礼未免太过贵重。拿着吧，不必与我客气。白月月不由分说，抓起我的手掌，将碧水珠塞入手中，很滑很软。前者是碧水珠的光润，后者是那手掌的温软。老孙头也发话了：“小明，收下吧，都不是外人。月月这孩子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原来早就认识啊。我这才放心下来。”几人又闲叙片刻，白月月便以天色渐晚为由告辞离去。我终于按捺不住满腹疑问：“师傅，这位白月月是何人？你们似乎早就认识。”老孙头颔首，却是旧识。月月的父母也是铁沙岛的渔民，我们相交多年。10多年前，他被天水宫收为外门弟子，其父母不久后也因寿元耗尽相继离世，直至今日才再次见到他。天水宫弟子，我立刻肃然起敬。无尽海3大顶级势力，合欢宗、天水宫、揽星岛，能被这3家收为弟子者，必是天资卓绝之辈。哎，老孙头深深叹息，继续道：“可惜啊，月月不久前被天水宫逐出师门，经脉也遭重创，如今只是一介散修，此番回到铁沙岛定居，打算承包几口鱼塘。你若再捕获半灵鱼，不愿去鱼市售卖，或可私下交易给他。”怪不得他脸色白得略显异常，原是身有暗伤。我点点头，未再多问。这种大宗门里面的谁可深了，不是我该打听的。至于是否私下卖鱼给他，则需要慎重考虑。铁沙岛明令规定，渔民捕获的鱼必须授予于市，违者没收一切家产并驱逐出岛。若私下交易给白月月，再被他反手举报，一旦永恒之舟被没收，此生再无翻身可能。第2日出海不下渔网后，我便迫不及待进入独立空间，着手改造鱼塘。首先在鱼塘中央升起一道木质隔板，将其一分为2，食肉性鲮鱼攻击性强，必须与食草性鲮鱼分开饲养，否则损失可就惨重了。接着需在鱼塘底部铺设泥土，无论净水莲还是碧波草，都需要扎根泥土生长。原本打算悄悄在铁沙岛上装些泥土，如今有了碧水珠，便无需冒这个险了。来到船头，取出碧水珠灌注法力，一个透明气泡缓缓自我身周浮现，将全身包裹其中。我纵身跃入海中，气泡将海水稳稳隔绝在外。随着身体缓缓下沉，我仿佛闯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鱼群从眼前悠然游过，五色珊瑚丛生，虾蟹在沙石间穿梭，下潜10数米便到了海底。我无暇细观，维持气泡需持续消耗法力，游至一处淤泥沉积之地，取出储物袋开始小心挖掘。淤泥被层层挖开，一点幽光流转的晶体显露出来。我急忙拾起细看，心头顿时涌上一阵惊喜，这竟是一粒灵晶。在原主的记忆中稍加搜寻，便找出了数十起大型沉船事件。30年前四海商盟的船队遭遇4级天风，全军覆没；20年前铁沙岛修士与独龙帮的激战导致40余艘战船沉没；10年前10家船队神秘失踪。对于从海底挖到灵晶这件事，短暂的惊喜过后，我便觉得合情合理。这浩瀚海底无异于一座巨大宝藏，真正被打捞上来的却少之又少。深海妖兽横行，大海捞针谈何容易？在海底待了近1刻钟，直至法力几近耗尽才返回海面，共寻得5粒灵晶，数量虽不算多，却是不折不扣的意外之财。更关键的是，此事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在海中赚取灵石，除了捕鱼，还有打捞沉船这条路。不过这一想法目前还无法实现，恐怕得等到永恒之舟升级至法宝品阶。升级捕捞能力以提升打捞效率，升级防御能力以抵御深海水压，升级伪装与速度能力以确保行踪隐蔽，遇险能顺利脱身。这一切太过遥远，我没有多想，拿着从海底挖来的淤泥进入独立空间，将其均匀铺在鱼塘底部，取出净水莲与碧波草种子悉数埋入，仔细核对种植书籍，确认每一步骤无误后，才离开空间。此时刚好到了收网时分，此番运气不错，捕获了一条大青鱼。虽然鱼塘还不能养殖，却正好可用此鱼练习剥皮技艺。昨夜已将巧剥全解通读一遍，理论知识初步掌握，正需实践印证。然而对大青鱼的剥皮尝试毫无意外的失败了，而且失败的很彻底。整张鱼皮碎如纸屑，眼睁睁看着1粒灵晶就此浪费，我只能化悲愤为食欲，将整条鱼吞入腹中，旋即取出在四海商盟购得的炼体功法，开始了首次修炼。半个时辰后，我赤裸上身，盘坐于船头，全身每一寸肌肤，每一块肌肉都在不受控制的震颤，骨骼深处如有异形，麻、痒、酸、痛，种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在体内肆虐翻
翻腾，疯狂冲击着意志极限。若此时能浸泡在9炼门特制药浴中，不仅能极大缓解身体的酸痛，更能使修炼事半功倍。然而眼下，我唯有硬扛，终于艰难的将法诀在体内完整运转了1周天，四仰八叉的瘫倒在船头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如此躺了足有1个时辰，体内的痛楚一感才如潮水般退去，吞下的灵鱼肉也已尽数被身体吸收。我用力握了握拳，摸了摸再次感到饥饿的肚子，满意自语：不错，此功果然有助吸收灵鱼肉精华，今后只要吃下灵鱼，便运转此功法修炼一番。傍晚时分，我面带微笑朝住处走去，今日过得格外充实，修为、身体强度、包皮技艺、灵植种植经验皆有进益，甚至还抽空修炼了从毒龙帮中年大汉处得来的敛气诀。途经一片鱼塘时，我恰好与抬起头正整理额前几缕碎发的白月月四目相对。白仙子，这便是你承包的鱼塘。我微笑着打起招呼。白月月慌忙擦拭着沾染淤泥的脸颊，神情略显局促。是小明啊，抱歉，我身上脏兮兮的，改日再聊吧。此刻他正赤足立于鱼塘淤泥之中，白嫩的手臂沾满泥泞，衣衫上也溅落着点点泥污。然而我却觉得此刻的白月月比昨日更添几分动人。昨日的她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让我有些自惭形秽，自觉不是一路人。而此刻的她却似邻家姐姐，平添了许多亲切感。见对方又要俯身劳作，我连忙道：劳动最光荣，白仙子不必太过在乎外表。白月月闻言先是一愣，随即笑道：你这说法挺新奇。这话让她放松了不少。我见对方如同凡人一般，亲手在淤泥中栽种灵植，不由好奇问道：白仙子，你为何下到鱼塘亲手栽种？去雾术到了炼气中期便可休息。而白月月周身气息远比我强大，显然早已晋升中期多时。白月月低着头解释道：这是净水莲，移植条件颇为苛刻，我对去雾术的掌握还不到位，只能亲手栽种。净水莲，我眼睛一亮，赶忙追问：仙子懂得种植净水莲，不算精通，先前在天水宫曾种植过几年。闻言，我心中大喜，当即褪去鞋袜，跃入鱼塘。白仙子，我来帮你。我正为如何成功种出5株净水莲而发愁，现在有学习的良机，岂能错过？白月月望着不顾泥泞，一心帮忙的我，眼中神色复杂。她显然误会了我的用意，以为我是在追求自己。经历了挚友背叛、同门欺辱、师门驱逐等种种变故后，她或许觉得与一个平凡的男修结为道侣，就此平静的共度余生，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。想到这里，她唇角微扬，站在一旁指点起我移植净水莲。夕阳西下，将两人的身影不断拉长。白月月不愧是曾经顶级宗门的弟子，其见识与经验远非我能及。单就种植净水莲而言，他便有一套更高明的方案。需先在灵田中埋下种子，每日以灵雨诀浇灌，待幼苗长至1尺，再移植到鱼塘。可惜的是，我并不会灵雨诀，这套方案无法照搬。此后，我每日傍晚都提前半个时辰返航，借着帮忙的机会，向白月月学习培育净水莲幼苗及经营鱼塘的经验。而独立空间内的鱼塘，则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，10株碧波草尽数成活，净水莲也成功培育出了8株。饲养食肉类半灵鱼的鱼塘更是捷报频传，平均每隔数日便有1条成功晋级。我还发现，自白月月搬来后，老孙头整个人都像变了个人，每日心情格外舒畅，再不将半截身子入土挂在嘴边，甚至主动让我带半灵鱼回来补身体。有一次，我忍不住向老孙头询问缘由，对方却只是笑而不答，只说到时便知。时光荏苒，转眼过去了3个月。这日，我刚驾船靠岸，便见一袭白衣的白月月正伫立在不远处望着我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到码头来寻我，心中顿感讶异，快步迎上前，含笑问道：白姐，今日怎么得空来码头了？白月月却神色郑重，有要事跟你讲，我们寻个僻静处说话。能让一位炼气7层的修士如此郑重其事，事情定然不小。我立刻领着白月月快步向码头外走去。此刻正值码头最热闹的时分，众人见一位仙女式的人物与我颇为亲近，纷纷投来艳羡的目光。其中一名唤作柱子的干瘦小子，待我经过时，嬉笑着调侃道：江哥，啥时候请兄弟们喝喜酒啊？我扭头看向柱子，瞬间明白了周围众人目光的含义，赶忙呵斥道：去，瞎说什么，自己倒无所谓，关键是不能坏了白月月的清誉。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白月月与我如同良师益友，两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男女之情。呵斥完，我趁机看了眼白月月，对方面色平静，只顾低着头走路，似乎并没有生气。我这才放心。待远离喧嚣码头，来到无人处，我开口问道：白姐，究竟是何事？白月月怔了一下，才解释道：今日午后，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在我鱼塘附近窥探。我原以为他想偷鱼，将其擒住细问之下，才知竟是冲着你来的。冲我？我大惊，完全不明所以。白月月顿了顿，继续解释：此人招认是受难老大许霸指使前来查证你是否私下卖半灵鱼给我，可我们之间并无此等交易，我疑心他们是想构陷于你。我陷入沉思，实在想不通许霸为何要陷害自己。以我区炼气初期的微末修为，对方若要对付我易如反掌，何须如此大费周章？忽然我灵光一闪，想到了缘由。这段时间捕获的鱼，要么养在自家鱼塘，要么进了肚子，极少去鱼市售卖。莫非是许霸见我久未缴纳保护费，疑心我私下售卖，这才派人调查。想通此节，我向白月月拱手致谢，多谢白姐报信，此消息对我至关重要。跟我客气什么？白月月关切询问：你可有应对之策？要不要我帮忙？不必劳烦白姐，我知道该怎么应对。我笑着婉拒了帮忙的提议。此事想和平解决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今后多去几次鱼市售卖半灵鱼，许霸自然就不会找麻烦。但我不甘心继续被盘剥，如今花了这么大力气建造鱼塘，不就是为了能多赚点零食？我没有私下贩卖半灵鱼，自然不怕被调查。唯一需要警惕的是许霸可能动用武力。仔细权衡一番后，我决定明日再去一趟铁砂城。此行目的有2：其租赁一间修炼室，将修为突破至炼气4层。数月来不知食用了多少半灵鱼与1级灵鱼，数日前修为已达炼气3层圆满，面对巨鲸帮的威胁，只能选择晋升了。其2，售卖这数月积攒的灵鱼材料，再购置些符箓法术，以增强自身实力。所修习
的九炼金刚诀炼皮阶段，如今已达牛皮层次，功法全力运转时，足以硬抗炼气初期修士的数次攻击，那许罢不过炼气4层。今后即便正面冲突，我也有一战之力。清晨，我照例乘坐第一班赤灵马车抵达铁砂城，径直赶往城东的客栈。甫一进门，便对守在门口的一名凡人男子吩咐道：“小二，开一间人字号房，灵鱼材料尚未出手，身上没有多少灵金，只能选最便宜的。”那凡人男子赶忙躬身行礼，恭敬应道：“先师安好，人字号房每日50粒灵金，若短租，则每个时辰10粒灵金。不知先师要租多久？”1个时辰，修为已达炼气3层圆满，只需运转一次碧水诀，便能突破，耗时不会太长。好嘞，先师请随小的来。刚踏入所租房间，便感觉一股暖流瞬间包裹全身，仿佛进入温泉，从头到脚都暖洋洋的。此处的灵气竟如此充沛，这灵金花得值。我心中暗赞一声，随即环顾四周，房间陈设极为简单，不过是个4方的斗室，除了中央一个蒲团，连张床也没有。我暗自记下，日后若和女子一起租房修炼，绝对不能选人字号房间，时间便是灵金。我绝对不能选人字号房间，时间便是灵金。我没有多耽误，关好房门便盘膝坐上蒲团，开始运功修炼。时间缓缓流逝，周遭浓郁的灵气被灵根吸纳，顺经脉缓缓汇入丹田。此刻丹田已被灵气充盈，随着源源不断的灵气涌入，开始如气球般向四周膨胀。噗，仿佛听到一声轻响，我陡然睁开双眼，成功了！丹田扩张了不少，所能容纳的法力足增加了5成，全身经脉也变得更加坚韧。当然，这些并非最重要的。踏入炼气中期，意味着体内法力能够外放了，这意味着能修炼驱物术，操控各类武器远程攻敌，也意味着可为飞行法器灌注法力，实现御空飞行。按捺住激动的心绪，我再次闭目专心巩固境界，直至门外响起轻微的叩门声，才结束了此次修炼。离开客栈后，我直奔城南散修聚集的摆摊区域。境界虽已提升，但掌握的对敌手段太少，需要将积攒的灵鱼材料出手，换取一些法术秘籍和符箓以增强实力。行走在街道上，我很快察觉到今日的人流比上次来时明显密集了许多，一丝不妙的预感浮上心头。果然，抵达目的地时，所有摊位早已被占满。奇怪，今日是什么日子？无奈之下，我决定先寻找那位曾售卖巧包全解给我的符师。当初分别时，他曾告知每日都会在此摆摊，这次倒很顺利。没逛多久，便在一处拐角发现了那抹熟悉的身影，依旧一袭素白工装，曼妙的身姿在人群中分外显眼。此时摊前正有顾客，我默默候在一旁，待客人离开，才缓步上前，微笑拱手：“仙子别来无恙，你终于来了。”包皮白衣女修见我突然现身，略感意外，正待询问学习包皮进度，却忽然察觉异样，惊讶道：“你何时进入炼气中期的？恭喜道友，距离大道更进一步，多谢仙子，已晋级2月有余。”此刻我并未运转炼气诀，选择不隐藏，是为接下来大量售卖1级灵鱼材料做准备。炼气中期修士有能力猎杀1级灵鱼，拿出材料售卖合情合理。若还是炼气初期修为来售卖，那就太惹人注意了。我随即从储物袋中取出1叠半灵鱼皮，递向女修：“仙子，这是在下这段时间练习的成果，共20张，请过目，看看有几张和你的要求。”你已经学会了。白衣女修难掩震惊，其实交易完成后，她就有些后悔了，觉得那30张完整半灵鱼皮的承诺多半要落空，还没有学会，这些鱼皮皆有瑕疵，还需仙子检查一遍。压下心中惊异，白衣女修开始一一查验，确实没有一张是完整的，最好的也不过8成完好，但她心中仍是大为讶异。当初只是想赚一份秘籍钱，没想到竟遇上如此有天赋之人，不想道友于此道天赋异禀，想来离彻底掌握已不远矣。她由衷赞道：“其实我在这方面并无特别天赋，只是包得多而已，鱼塘面积有限，这3月捕获的半灵鱼大半都被拿来包皮练手了，自然不能明言，便顺势道：仙子谬赞，侥幸罢了。你看这些能抵几张完整的？余下的容我日后补上。”不料白衣女修看也不看便道：“就当20张完整的吧，余下10张也无需再补，日后若有包好的，我按原定价格收购便是。”我自然清楚对方这么做是看中我的天赋，想与我交好，为的是今后有大量灵鱼皮来源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，因此欣然同意。说完此事，我望了望依旧拥挤的摊位，好奇问道：“仙子，不知今日是何缘故，铁砂城竟如此热闹？原来你还不知，天水宫3个月后在铁砂城收徒，不光今日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恐怕都会这般热闹。铁砂岛属于天水宫势力范围，每隔15年便会派人到所辖各岛招收弟子。15年前，白月月正是借此机会成为了天水宫的外门弟子，没想到我竟恰好遇上了。”白衣女修看出我的为难，建议道：“道友不妨将预售之物放在我的摊位上寄卖，可以这样。”我有些惊讶，这在我看来有些钻空子之嫌。无妨，对方语气笃定：“我常年在此摆摊，与这里的管事相熟，见他如此自信，我便不再疑虑。”一边取出灵鱼材料，一边自我介绍：“在下江明，不知仙子如何称呼？”“王蒙，初级符师。”女修答道。“王蒙。”我瞥了一眼他始终清冷的面容，是道：“王蒙。”我瞥了一眼他始终清冷的面容，实在看不出半点萌意。当然，这话只敢在心里嘀咕。见王蒙已让出一半摊位，我将14块剑影鱼背脊和2副轻甲鱼鳞片摆了上去。至于他们的鱼皮，早在猎杀时就已损毁，除非水剑术能精准命中灵鱼头部，否则稍有偏差，鱼皮便难保全。王蒙见到如此多材料，略显讶异：“你哪来这么多1级灵鱼材料？并非全是在下的，有位邻居养殖了几塘灵鱼，我替他代售。”我指的自然是白月月，虽然他养殖的灵鱼尚未长成，但谁没事去调查这么细？王蒙点点头，未再多问，示意我坐到他旁边。很快，一阵少女的幽香从右侧传来，我忽然想起对方嗅觉敏锐，不知是否闻到了身上的鱼腥味，
偷眼打量王蒙，只见他又拿起一本书籍专注阅读，神色如常。好在尴尬并未持续太久。很快，一名青年顾客来到摊前询问连珠雷符多少灵石一张，1颗下品灵石。王蒙答道：地刺符呢？20灵晶。青年犹豫片刻，最终花费3颗灵石买下2张连珠雷符和5张地刺符。随后，他的目光转向一旁的灵鱼材料，我精神一振，正待介绍，对方却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去。不识货，我暗自腹诽一句，转而将注意力投向王蒙的符箓。王仙子，方才所授的这几张符绘制需耗时多久？顺利的话，不到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3颗灵石，扣除成本少说也能赚2颗，一天岂不是能赚20多颗灵石？察觉我的误解，王蒙解释道：绘制符箓极耗精气神，难以长久持续，而且失败率颇高。一旦失败，所使用的符纸单杀尽数作废，实际所得远不如你想象的。难怪王蒙常在摊前看书，原来是在恢复精神。看来各行皆有不易，不过我也清楚，王蒙的话有谦虚成分。服饰怎么可能不赚钱？趁无人光顾，我开始盘算即将到手的8颗灵石如何分配。永恒之舟升级尚需300粒灵晶，20单位百年诗文木及20斤铁砂，如此算来，能用于提升实力的灵石仅剩4颗。驱物术秘籍必须要买，法器太贵，只能先用从毒龙帮修士处得来的匕首，剩余灵石再购置一门攻击法术和一些符箓作为底牌。正思忖间，光线忽然一暗，一位白须老者已立于摊前，目光正落在灵鱼材料上。我认出正是上次买走2块剑隐于背脊的那位老者，对方气息之强，是我见过的人中最为强大的，即便未到筑基期，恐怕也已是炼气期圆满。我不敢怠慢，连忙起身恭敬道：晚辈却能弄到一些，但数量有限，下次再有，不必来此摆摊，直接去四海商盟寻我。老者说完，将8颗灵石抛给我，大手一挥，摊上所有灵鱼材料瞬间消失无踪。原来是四海商盟的人，我心中一喜，又得到一条稳定出售材料的途径，赶忙应承：前辈放心，晚辈下次一定去。去了便说找白大师。老者叮嘱一声，转身离去。接下来便是购物时间了。王仙子，可知何处有便宜的驱物术秘籍出售？王蒙略作迟疑，你的驱物术秘籍出售？王蒙略作迟疑，答道：我这里就有，你若想买，便宜些，20粒灵晶卖你。上次见面推销，巧包全减，这次又卖驱物术。我面色略显古怪，当符师都这么卷，还需要这般拓展业务吗？王蒙也意识到了这点，主动解释道：我精神疲惫时喜好看书写字，这些秘籍皆是休息时抄录的。不过此类秘籍不得公开摆售，你算是我第一位顾客。从铁砂城回到家时，夕阳还挂着老高，我过家门而不入，直奔码头而去。此前先花费1颗下品灵石，从王蒙处购得了驱物术秘籍、1张轻身符和3张地刺符，又前往四海商盟采购了20单位的百年石纹木和一门名为水牢术的低级法术。5颗灵石消耗殆尽，剩余3颗用于升级永恒之舟。我照例驾船出海，驶入无人海域，打开面板，确认升级永恒之舟 LV4。未满足升级条件，品阶凡器极品，主要驱动单为不凡，辅助驱动手动船桨，能力自由改变形状大小，在受到致命伤时恢复原样。伪装能力2，收网时渔获产量加100。捕捞能力3，拥有8立方米的独立空间。升级条件：灵石50年份铁木50，风灵石20，玄铁100，10年份霓裳草30。看清面板的瞬间，我心头涌起惊涛骇浪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下一次升级条件要求竟如此之高，粗略估算至少需要200灵石才能满足。喜的是这些材料皆是炼制法器所用，这意味着下次升级后，永恒之舟将正式迈入法器品阶，且极有可能获得飞行能力，因为风灵石正是炼制飞行法器的核心材料。至于霓裳草，我推测应是鱼塘升级所需，此草又名幼妖草，对妖兽有着致命吸引力，服食后可促进妖兽繁殖进化。若1级灵鱼进化，那可就是堪比筑基初期的2级妖兽了。一股紧迫感陡然袭来，若自身修为不能尽快提升，一旦鱼塘中出现2级妖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压下纷杂思绪，进入独立空间，太大了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空间高度足有8米，先前那股压抑感荡然无存，整个面积已堪比一个篮球场。走到鱼塘边，四周围板上的裂痕已尽数消失，这让我长舒一口气。接着打开鱼塘面板，查看升级后的新效果。鱼塘 LV2，效果1，半灵鱼晋级为1级灵鱼的概率提升20。效果2，一阶水生植物生长速度提升100，净水莲凝聚莲心露的概率提升100。我脸上再次浮现狂喜之色。莲心露由净水莲吸收天地精华凝聚而成，在炼丹、酿酒、种植、烹饪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能发挥关键作用，市面上供不应求，根本不存在固定价格。之前勉强养活8株，根本不敢奢望能凝聚出来，如今概率提升1倍，今后若大面积种植净水莲，收益必将无比巨大，甚至可能超越灵鱼。惊喜过后，我立刻动用永恒之舟的变形能力，扩充鱼塘。净水莲具有净化水源、释放灵气的功效，灵鱼不仅不会伤害它们，反而会加以保护，二者完全可以共存。扩大鱼塘便是一举两得，利用碧水珠潜入海底挖回大量淤泥，均匀铺在塘底，一座占据了大半独立空间的崭新鱼塘便此建成。独立空间还剩一小块区域，我将其一分为2，一块预留出来计划日后布置成林田，培育净水莲幼苗。另一块上，我再次驱动永恒之舟的变形能力，建造了一间几平米的小木屋，随后将剥皮用的剃鳞刀、蚕丝手套等工具悉数搬入其中。我这样做正是想效仿鱼塘，尝试能否获得系统的认可。结果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刚走出木屋，一行文字便浮现在眼前：检测到木屋已满足作为符箓工房条件，是否将其设置为符箓工房？符箓工房，我愣了一下，本以为会是包皮室之类，心头猛地一跳，这符箓工房很可能涵盖了包皮、制作符纸、绘制符箓等全套流程。是，我毫不犹豫地确认。符箓工房 LV1，效果1，玻璃半灵鱼皮难度
度降低50%，玻璃1级鲮鱼皮难度降低30%。哈哈，果然包含了剥皮，我顿时欣喜若狂，当即就想找条半鲮鱼练手，但天色已晚，再下网已来不及。鱼塘中的半鲮鱼还指望着晋级，也不是杀的时候。按捺住想要尝试的心情，我再次看向永恒之舟升级条件。升级条件：0时、50、50年份铁木50，风灵石20，玄铁100，10年份霓裳草30，符纸要略新增的符纸要略似乎是制作符纸的书籍，这说明符箓攻防下1级的效果，大概率和制作符纸有关。下次去铁砂城可以向王猛打听哪里有卖的。我在心中盘算，面带满足的在独立空间内巡视一圈，这才驾船返航。小江，最近怎么没见你去鱼市卖鲮鱼？码头边，许爸领着一众手下一字排开，堵住了我的去路，来者不善。此时码头上虽有不少渔民，察觉到气氛不对后，早已纷纷避开，无人有上前相助的意思。不过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，故而并未慌乱，只是淡淡一笑，回应道：“呵呵，原来是许哥，多谢许哥关心。最近手头宽裕了些，捕到的半鲮鱼都留着和师傅一起吃了。”我的反应让许爸微微一怔，他下意识暗中催动铃木术探查，还好，还是炼气3层，修为未变。他稍稍放下心，再次紧逼道：“不缺钱，那你这几个月的房租是用哪来的灵晶交的？该不会是背地里偷偷卖半鲮鱼吧？”许哥说笑了，我怎么会干偷偷卖半鲮鱼吧？许哥说笑了，我怎么会干偷偷卖鱼的事？没做过的事，自然不会认。至于灵晶来源，我早有应对之词，最近一直在白仙子的鱼塘帮工，挣了些工钱。白月月，许爸眉头紧锁，这答案出乎意料，让他顿感棘手。白月月可是炼气后期的修士，论实力远胜于他，论身份好歹曾是天水宫弟子，那是他这辈子都无法达成的目标。一旁的黑衣小弟看出老大的为难，主动开口施压：“小江，不管你给谁帮工，只要你还是个渔民，就得按规矩去鱼市卖鱼。”我眉头一挑，故作疑惑：“这是铁砂岛新立的规矩，我怎么没听说？这是我们巨鲸帮的规矩。”黑衣小弟昂首挺胸，语带自豪：“我不愿和许爸他们起冲突，但对方触及了我的底线。”目光锐利地盯向那黑衣青年，朗声质问道：“巨鲸帮什么时候能在铁砂岛发号施令了？莫非这铁砂岛已经换了岛主不成？”声音洪亮，连远处看热闹的渔民也听得清清楚楚。“小子，你敢不把我们巨鲸帮放在眼里？”黑衣青年被噎住，顿时有些气急败坏。“抱歉。”我掷地有声的回应：“我是铁砂岛的渔民，只听岛主的命令。”同时，我已暗自做好了准备，一旦对方动手，立刻激发轻身符脱身，凭借9炼金刚诀的防御硬抗几下，再用出地刺符阻挡追兵，之后第一时间向铁砂岛执法队报案。整场冲突周围渔民皆是见证，我不信巨鲸帮能只手遮天。至于直接和许爸动手，我从来没想过。巨鲸帮势力庞大，灭了许爸还会有张爸、李爸，除非换地图，否则休想好好安稳发育。这番话一出，许爸的几个手下立刻骂骂咧咧起来，然而许爸本人却皱紧了眉头。我今日这副有恃无恐的模样让他心生疑虑，加上周围众多渔民围观，他确实无法毫无顾忌的动手。“大哥，咱们动手！”黑衣青年按捺不住向许爸请示，许爸并未回应，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随即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“小子，你等着！”手下们见老大走了，撂下去狠话，也连忙跟上，直到许爸一行人消失在视线中，我才暗自松了口气。那种辛苦捕捞一天仅得2粒灵晶的日子，我绝不愿再回头。风波平息，周围的渔民纷纷围拢过来，目光惊异地打量着我。“江哥，好样的！”柱子激动地嚷道，他还是头一回见许爸赤脸，心中那巨鲸帮不可战胜的畏惧感似乎松动了几分。“江哥，我支持你！江哥，谢谢你替我们出了口气。”紧接着，在场的渔民纷纷出声附和，平日积压的怨气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，但也有冷静之人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渔民忧心忡忡地叮嘱：“小江啊，往后可得千万小心，夜里别出门，偏僻地方也别去。”